天聊什么？今天不急呀，随便聊啊，不急耶。喜欢女朋友的爸爸怎么办？一、一、一、二，有音乐声吗？这个有音乐声吗？有是吧？很小啊，对，不能太大声。相对我的声音来讲的话，这个背景音乐 OK 是吧？我声音也很小，我声音小吗？要很大才能听见，是吗？你们都这么觉得吗？现在可以了。喜欢女朋友的爸爸怎么办？跟你女朋友做闺蜜，然后当她后妈，这个可能就是解决方式。只先不要提分手。
打我，所以你们得先做闺蜜嘛。你总说流星划过天空是很亮，却从没在乎我许过什么愿望。我早就忘了你带给我那些痛和伤，我早就忘了你许我之前听到很扯的事儿，说来听听，有多扯？我今天也听到了一个比较扯的八卦，关于我剧里的演员的，但我不知道真伪啊。就别互相谦让。风飞驰过的那刻，终于落叶汇合，再将它带到安静角落。可我们究竟要去到什么地方？两个人是情侣，然后 A 和 B， 他们高中上大学，都是同学，安生情愫，最后大学毕业了。A 就背着 B 悄悄的相亲啊，然后 A 怕 B 伤心就没说，然后 A 去相亲，还真让他遇到了那女孩子，然后 A 就要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了。然后呢？邀请 B 就跑过去，就是软件上遇到大叔，喊他去小厕所。就在小软件上遇到一个大叔，还拍吗？明年可能会出一部。然后就干了什么都懂，我大概猜到了结局，挺无聊的，别说了，挺无聊的。A 一完就不会相见了，就加个联系方式。对，我大概知道你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这样。首先有两点非常的扯，第一点呢，就是他深爱着这个人，然后他结婚了，他去现场了，结果他打开软件了，这是第一点，就是你深爱的人结婚了，然后你赶去现场，你居然能打开软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跟那个所谓的大叔在软件上认识，然后发生了，紧接着还留了个联系方式，挺扯的，就是这个故事就是可信度不高啊，就是又后来了，又报复了，行，不用说了，不用打了，
千万别打，无聊了。觉得好好笑，一点都不好笑。这眼镜框好老气，是我的眼睛一点都不好笑，也不狗血，就是很无聊，就听都不想听，没意思，就是这种，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国产的编剧，然后就会编一些特别俗套的一些国产的电视剧，还会写一些特别俗套的小说，是周姐说的，无聊。我今天听到一个八卦，我剧里的一个演员去跟别人玩，我就是玩的这个，就我听到以后我挺震惊的，就觉得，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呀？其实肯定会啊，你们肯定会知道。我一直都在抖音里边，所以就大家应该第一时间会知道。玩了什么？玩了这个，玩了这个。不知道真假，但是如果说是真的的话，就是还蛮希望，就是我剧里的所有合作过的演员都能爱惜自己，爱惜自己的名声，爱惜自己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跟剧里，就是我一般都不会找什么做抖音的呀，做什么这个那的，我不会在这里找对象。就今天有一个朋友问我，就是我其实生活里边我算是那种哥哥型的嘛，我都算是哥哥型的，所以就是有一些抖音上的一些小朋友，就是抖音上的主播小朋友，然后就会认我做哥哥，然后他们就会跟我分析他们的情感生活。我有一个主播的一个小弟弟在网上认识，但是没见过，然后他曾经就跟我说过他喜欢上另外一个网络上的一个人，恰好这个人我也认识，然后我就知道其实他喜欢的那个人
一方面是有点爱钱，另外一方面其实他想找的是一个听话的一个人，所以当时其实我有提醒过他，我说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你要不呢就给他准备一些物质，要不呢就是乖乖听他的话。但是他没听，后来他们也没在一起。后来他又喜欢上了一个有对象的一个人，有对象的人，他又问我，他说这种情况该不该等他？我说就不要等啊，我说这种人就不要等。然后我就是他就问我，他说为什么？就他今天他就突然问我，他说为什么？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也挺欢乐，也挺美好的，但是分手的时候，对方都有点回避，为什么会分手这件事情？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算是很正常的，但是分手了之后，他有点想问为什么说会分手，问原因的时候，对方都会就统一这几个统一的话术都会说可能不太合适，也不多说。他就问说为什么，我就问不出原因呢？我就给他总结，我就说其实是因为你不肯吃亏。其实我们就我给大家再分析一下，就是这句话其实很多人不理解，很多段感情都是靠一个人吃亏换来的，很多段感情都是靠一个人，两个人的感情是靠一个人吃亏去获得的，去换来的。如果说两个人在一段关系里都是不吃亏的状态，就不会在一起，真的不会在一起。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人吃亏，有一个人强势，有一个人吃亏。我这个弟弟其实他算是一个思想比较有独立思维的一个人，他的主观意识很强，所以他在感情里边，他要主动的去喜欢别人。正常在感情里主动的人其实是要吃亏的人，但是他因为主观意识又比较强，他又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所以他到最后那个感情换来的结果就是两个人就分手了，而且对方也不愿意去跟他展露心理，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跟你分手。对，他说那我怎么办呢？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我处的都是这种状态的怎么办呢？我说其实很简单，你要么呢就找一个喜欢自己的人，要么呢你喜欢别人你就认可你吃亏，这个圈子就是这样。我还给他举个例子，我说我在认识小大夫之前，我所有的感情都是2个月3个月2个月3个月，我几乎所有感情都是2、3个月，因为那个时候我一般都会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等到小大夫的时候，是小大夫喜欢我多一点，一开始也是因为忙碌工作，也没有考虑说有多喜欢，也没有就是分析说两个人适不适合，反正就莫名其妙就在一起了。所以小大夫是吃亏的小大夫是吃亏的，这段感情才能这么长久。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个圈子里找，你要找呢你就找一个喜欢自己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在我合作的演员里边找。但凡你要是做自媒体的人，骨子里会有一点点小傲娇，会有一点点以自我为中心，这类人你就是得哄着，你就是得捧着。
你一开始你捧着可以，你后期你没有力气再捧了，可能这段感情就分开了。或者说你一开始用钱对他好，后期你没有钱了，你这段感情就不复存在了，就很正常。所以你看我不会跟合作的演员在一起，大家都是主角，谁也不愿意吃那个亏，都想以自我为中心。没办法，我觉得是真的没办法。通透，就是从08年一直到现在总结的，所以就压根儿就不会选择在圈子里比较活跃的人，就因为在你们的视角里边，可能这个人好看，这个人身材棒，所以你会选择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们恰恰不会选择这样的人，因为他有太多人去喜欢了，你的喜欢凭什么脱颖而出呢？但凡你喜欢的人，可能别人也会喜欢。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去在那么多追求者里边，你脱颖而出？或者说，你就哪怕你跟他在一起之后，那这段感情能维系多长时间？那些追求者会不会把他夺走？就是因为时间长了，大家会有矛盾，会有矛盾，然后你也懒得去在一段感情里就是消耗那么多精力。我跟他在一起，我还天天得就担心他有那么多的那个粉丝去追他，我没必要，我觉得就没必要。一段感情，它再美好，我觉得也不至于就是说让我这么累啊。芝麻林，你的气场要比别人足一些。我的气场不是根据主角来，不是根据主角，根据角色来的吗？而且你们不知道，就是那些好的、优秀的那些人啊，其实真的不玩抖音的，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秘诀啊，就是真正那些优秀的啊，那些有钱的，有好的那种生活的人，其实不会玩抖音，他们更多的是去看，对，他们不会深陷在这个展示的这个圈子里，他们是围观的人。不是演出来的，你们都是本色出演。我们不算本色出演，我们很多的演员都在演自己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我跟龙二完全是反着来的。这个是我自己的眼镜，昨天是那个小大夫的眼镜。
说爱恨聚散永远是个谜，我们的牵绊已薄如蝉翼，我眼下的委屈你绝口不提，怪我没骨气，还沉迷在过去。刻在掌纹中，你的名字已空空，播放我人间寻你几温柔。原来哭泣以后只是一场梦，我的伤口恨自己一遍再碰，你陌生的眼神和风里伤了我回忆。溜油，溜油，你到底长什么样了？你能不能给我发一个你的照片啊？头像蛮不错的，什么时候养小孩啊？什么时候养小孩啊？我暂时没有这个打算。上次说的杂技师你没有搜到，很简单啊，那首歌。我眼下的委屈，你绝口不提，怪我没骨气。就没有这样的打算。被冻结的冰川在躁动，永夜尽头何时能埋种？天际线之上孤独。要喝水啊。可是谁的心里有火种，一点光就够温暖宇宙。我知道那个人值得守候，为什么着急？靠太近反而犹豫，如何说出口？和未来相关的梦，当距离越遥远，某些感觉越强烈。有一种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任漫天流言或蜚语，从来不曾在意。喧哗之中，只看见你。我们相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在转身以后，忽近忽远，忽略极限，这奇迹命中注定，就请你相信。大陆与海洋如何相通？基地的寂寞随风摆动，无数次呐喊消失夜空。可是我的心里有火种，一点光就够温暖宇宙。我知道有个你值得守候，为什么着急？靠太近反而犹豫，如何说出口？和未来相关的梦，当距离越遥远，某些感觉越强烈。有一种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任漫天流言或蜚语，从来不曾在意。现在都烦死小孩了，我这现在自己亲哥哥家的孩子在这边，我其实我很烦的。就有些小孩子你是跟他沟通不了的，因为他从小的教育是不是说你跟着，就是你
你是说不通的。父母不作为就很烦，你知道吧？所以养孩子要养一个乖一点的，要不乖的话就哎呀，可别养。看你在摇椅上织围巾，一个人在客厅，只剩下壁炉里的光影，木材在燃烧的声音。我前两天，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在装修吗？然后装修的时候，给大家讲故事啊。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装修吗？大概从12月初，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装修，装修到前2天。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你想想装修嘛，然后我们又是那种我们是属于精装房，然后装修。其他的邻居什么的，人家都已经装修好了，我们是因为买的这个房子可能要重新装修一下，所以确实是有点吵。然后再加上我又是做直播，那个时候我经常在直播，就晚上直播的时候可能唱歌之类的啊。有一次就是我不是在我的那个房子里边就是安了一个健身器材嘛，这个健身器材需要打孔，然后一开始这个工人就是不会安，后来就又找了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只有晚上有时间。我说晚上有时间那就来呗，因为这个本身我们另外一个师傅来，我们也不知道他要打孔，因为孔第一个师傅已经打完了，结果这个师傅约的是8点多，结果他到了已经9点半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直播，然后这个师傅就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直播呀，我在直播，然后我就不能分神嘛，我就跟大家聊天，然后甚至还唱歌，然后他打孔，我说实在我就没太，就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可能在直播上，你就没太在意。那个时候都已经11点了，他还在打孔，然后旁边的邻居就非常不开心，就是旁边的邻居，因为我跟那个邻居我们是共用一个墙，然后他就过来就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家干什么呢？这么晚还在装修。然后因为我在直播，小大夫可能在就是看见他了，然后他就问小大夫，小大夫也不知道怎么回的，然后小大夫也没有让那个就是工人停止，也没有跟我说楼下来找了，而我那个时候就张牙舞爪在直播呢，结果导致了这个事情的爆发，他紧接着他就把自己家放的声音特别的大。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因为我就在直播，我都没注意就是邻居在放很大声。然后后来小大夫就跟我说哎，邻居投诉了之类的，然后在外边破口大骂。
我说那破口大骂就破口大骂呗，我说那毕竟是咱们错了，赶紧那个，因为他投诉的时候工人已经走了，我这个时候才知道就是他投诉了，然后就是等那个等物业的人来了，他就破口大骂，就是在骂我们。我也因为你知道广东人，我也听不懂，我就说明天我们就见了面就解释一下就完事儿了。结果后来因为我们还持续的在装修，但是我们就非常注意了，因为我第二天我非常愧疚，我就等他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道歉，我说哎，昨天挺不好意思的，我说那个哎呀，昨天那个工人来的比较晚，然后也不知道他打孔，然后也没说要那么晚打孔之类的，反正我就挺愧疚的，我说真不好意思。然后那个女的就是那个邻居就在那说，就是没啥事儿之类的啊。然后我说那个，哎呀，我说我真挺不好意思。我说那个师傅来的晚。第二点呢，您平时就是因为他不在这边，他平时在深圳那边，我也不知道他哪天在。我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你在怎么样的。他说啊，那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你们家装修，我这段时间我都不过来住的。我说哎呀，这确实不好意思。他说你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隔音特别的差。我说哎呀，是，以后就知道了。然后就赔礼道歉嘛。然后这个女的就她可能要出门，她就走了。然后其实也没给我好脸嘛。我虽然说道歉了，但是我没给我好脸色。然后再后来我就总能听见，就是大概就是有那种 DJ 的声音，就是晚上的时候就能听见 DJ 的声音。然后那个 DJ 的声音，其实我在我房间里其实能听到，但是声音其实我能接受。然后我就以为是隔壁，就是斜对面的邻居，因为只有斜对面的邻居，他们就经常会叫一帮朋友过来聚会，我就以为大晚上人在聚会，又是斜对面，我也不方便说什么。结果昨天还是前天，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家里就是我睡着了，然后等我再醒的时候，我就觉得家里很吵，然后我就能感受到就是那个在颤，就是那个楼里在颤，因为我们是别墅嘛，就是我的3层在颤。啊啊，咋的了？哦，等一会儿，我家里人要视频啊。风若有意飞，花叶满天。月明也是星落的成全。风动为云卷，云动为月圆，情动却是最难解。终于回到所有的原点，一切答案都早已出现。这一生亏欠，
风毫不留情，把叶子吹落，脆弱的他选择了逃脱。叶子失去消息，风才感觉寂寞。整个冬天被风。
回来了。我有声音吗？声音小。讲故事没讲完。继续讲吧啊，继续给这个故事讲完。就是邻居投诉了，投诉以后，然后我就道歉，道歉之后，然后我陆续的还能听到这个，还陆续的能听到，就是说那个就是楼底下放 DJ 的声音。我一开始以为是对面的邻居，就是马路对面的邻居。后来直到有一天我被这个 DJ 声吵醒了，大概晚上7点左右，因为那天我开了一天车，有点累，我就睡着了。然后7点多我就被吵醒了，吵醒了之后我就说，哎，谁家声音这么大呢？然后小大夫就说是啊，那个是邻居。结果我出去一听，果然是邻居，邻居就一直放那种就是 DJ 的音乐，然后用低音炮放。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怎么回事呢？后来我就联想，可能是在报复我们。因为也不怨人家啊，就一直在装修嘛，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无论说你是什么时候装修啊，你都会就是让我们在这边生活的不是特别顺畅啊，那我也放。结果他就在那一直放那个 DJ 的声音。然后后来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那天在他放 DJ 之前，他在院子里边。我寻思我已经道过歉了，然后大家又是邻居住着，其实是有一点点尴尬。那我这个人我就觉得说，见到面不说话反而更尴尬，而且我有点社牛，然后我就主动跟他说话，我说，哎，那个，我说姐，那个你知道那个咱们这儿附近有没有那个菜市场吗？然后他听我说话，他转身就回屋了。他马上要回屋的时候，我这人就是社牛嘛，而且有点耿直，我就说，哎，那个你好。然后他就说，我说你知道咱们附近有没有菜市场？不知道。然后就进屋了。我就整体想这些事儿，然后我就觉得啊，他可能是特别在意这个事情，然后就在抱怨，在抱怨，然后在报复。然后那个小大夫说是那个邻居在放音乐，然后紧接着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然后我家人就说他家门口招租呢，然后上面写着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房子出租，然后招一些打麻将的人，就是招打麻将的人住。
就这这你们能想象，就是招租信息里边就是有一个要求是，招打麻将，或者说就是就类似于吵一点的。那我就说这个就有点哎呀，我就觉得，现在我心里我都不舒服啊，我都不舒服。但是我也能理解。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一个人不能这样，我觉得还是有其他原因。我就在分析，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啊、就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呃，就是他找小大夫那天，他觉得小大夫是就他已经跟小大夫说了，但是小大夫就是没有让这个东西停止，他觉得是我们是故意的，所以他生了很大气。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看出来我跟小大夫的关系了，然后他非常的排斥。然后呢，他家有一个孩子，有一个男孩，可能非常的极端的，就是觉得你不要搞我家孩子，所以他就是直接就想把我们搞走，或者然后他可能又举报了，举报之后可能物业也知道我们的态度，所以物业又没怎么管，所以他就有点气急败坏。我也我说实在的，就是我觉得整个事情我其实有一点点无语和就有一点点就是伤害别人的那种就是愧疚感。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就可能就这样了。你看现在孩子还在那吵，你知道我家的孩子，就是我哥哥家的孩子还在这吵。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你们觉得吵不吵？我现在直播戴着耳机，我觉得下边很吵，但是他们是正常说话的声音，他们是正常说话的声音，你们懂吧？就是正常人家的说话的声音。我可以不在晚上直播唱歌，但是家人正常说话，我觉得，因为有的人声音可能有一点点大，我就觉得没办法。那孩子，嗯嗯，我觉得这孩子不是我的，这要是我的，我就收拾他，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孩子就是不老实啊。正常的就是说发生了这种关系，就是这种事情，我其实很愧疚，因为我几乎没有，可能就是有一年直播的时候，因为是老楼，可能直播的时候唱歌，然后被投诉了，之后就从来没有这种事情。而且我们又是刚买房子到这边，就本来买房子的喜悦一下就被这个邻居搞没了，就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相处。对，本来其实想的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嗯，就是别墅都是在郊区，然后我妈妈年纪也大了，然后我又不可能一直在这边，可能我以后要出去工作，可能这别墅可能就剩我妈妈自己。我就想着说，别买那个什么独栋别墅，因为首先郊区医疗就不方便，第二点呢，周围没有邻居的话，老人一个人确实是挺危险的，所以我们就买的联排别墅结果没想到还不如说当时买的独栋别墅呢。就是当时我要想到这一点，独栋，哎呀，就可能就会好很多。
现在就挺后悔的，无语住了，我真的是无语住了，就搞得我现在每天，然后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心里会觉得有一个坎儿嘛，然后我就说，我实在不行，我问问物业吧，我说是不是，这个楼的质量，就是它的这个确实是有这个隔音的问题，别人是不是也投诉？然后就给物业打电话嘛，他们说啊是的，然后心里就舒坦一点我说，哎呀，不是说我们吵，可能是因为这个房子的质量就在这儿啊。然后第二点，我说，那个就是旁边那个邻居，他就是平时有没有这种事儿？然后他说那倒没有，住这么长时间也不跟别人发生争吵。我心里又一紧。完了，他说，但是你说的有一点挺对的，就是这个人挺爱管闲事儿。我说哦，然后我心里又宽慰了一点。那他这个人，他可能就是爱，就比较敏感的一个人，所以我心里又舒服一点。要不然我其实这2天我就气到不行。为什么气到不行呢？因为我刚搬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搬来的时候，我其实就拉了很多东西，然后有一些不好的家具，我就扔出来了。扔出来第一天我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然后这个邻居他就捡了我一个沙发，就捡了一个，就是有一个长颈鹿，那个长颈鹿是一个单人沙发，他就把那个沙发捡回去了。然后我就看见那个沙发在他们院里了，我心想就是说，哎，旁边的邻居怎么就是因为确实是不好的东西嘛，那我就扔掉了，别人捡到了也无所谓。但是我就说，哎，怎么就是邻居捡的？你要是别人捡还好，邻居捡了，邻居捡以后，然后因为我刚搬过来，然后我就问，就是很多的邻居就过来跟我聊天嘛。然后我就顺便就跟他们聊，就是就这个，因为别墅区可能就是院子比较荒，就会有蛇之类的。我就说，哎，有没有蛇之类的？然后他们就说，啊，没有蛇。然后这个女的就过来了，说，啊，有蛇啊，那个，这个她是笑着说的，她说，啊，有蛇，但是那个，你们要是那个做硬化的话，就把这些树什么都砍掉就没有了。然后当时我也确实是想做硬化，然后我还问他们，我说这个院子应该是用那个，可以是用就是石墙还是那种铁艺？他们说不用用铁艺，也不要用石墙，因为石墙不透风，铁艺容易腐蚀，就生锈。他们说就用那个铝合金。然后我就说好之类的，然后他就说，他就来我们院里，因为我们院里有很多杂草，他就在那说，啊，你这块树都得砍掉，这块都砍掉就好了，就没有白蚁，没有那个没有蛇之类的。然后他说，你们顺便把旁边的邻居的树也砍掉，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砍树，因为砍树非常的累，然后我就打算就是雇别人砍，我自己就不打算砍了。然后他突然又跟我说，那个旁边的邻居你们也顺便砍了，这样你们才没有白蚁之类的。我说那不得花钱吗？我说先不动人家了，毕竟是人家家。然后我其实就觉得他说这句话其实也挺奇怪的，就是他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像那个群主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在指挥我做这种事儿。后来他们又在那说话嘛，就紧接着，然后因为我们砍完树就是往那个往那个道路两边放，就是因为别墅区入住率不是特别高，然后旁边有空的那个别墅，然后就我们砍完树就往那个空的别墅那边放，然后这个时候他又看见了，他说啊，这谁放的树啊？这谁放的树枝子呀？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就是因为我当时交给保洁了，保洁收拾完之后，他把那个树枝放在那个别人家的那个别墅前的，然后那个保洁说啊，我放的那个，就是到时候那个收垃圾的就把这些树什么就收走了，然后
他就他就他就不说什么，他说啊那个得赶紧清走，要不然白蚁又过来了之类的。反正他就谁的事儿都管，然后紧接着说这块是谁放的呀？这块垃圾谁放的？然后旁边邻居又说啊他放的呀，怎么了？我放的怎么了？就那个旁边的那个邻居，他说这都得清掉的，怎么样？就这些行为就让我觉得，当时啊，就当天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其实有点儿，就是爱管闲事儿，就那个感觉，就是这个人不好相处啊，不好相处。然后晚上的时候，对对，他就谁家都管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区我们这个别墅嘛，别墅然后开发商会在交房的时候会送那个太阳能热水器，然后这个房子因为已经交楼很多年了，所以那个开发商送的那个太阳能热水器时间久了就腐蚀了。然后当时呢，我第一天在这儿住的时候，我就想试试这个热水器，结果我一开热水器，水也不热，然后我就好像在直播呀，还是在楼上怎么着，结果就是咣咣有人找我门，然后就是我们旁边的邻居的邻居就说你家漏水了，赶紧把水关一下。然后我就赶紧把水关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就是那个有水，然后就是流出来，从房顶上流出来，就是那个热水器它腐蚀了，所以它储的水，当你上水的时候，它那个储水它就储不了，所以它那个水管就像喷出来一样，然后它那个流的那个角度还不是从我家流，因为我们两家是连着的，所以他那边又比较低，所以就是那个水是从他家那往那流的。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我关了，然后怎么还在流？他说那个就是那个旁边那个大爷就说啊，那个没事儿，关了就好。旁边那个就是那个他得留一会儿。我说那这家邻居呢？我就说这个女的，我说这家人呢？然后说不在这儿。我说那别把人家淹了。他说不会的，他们说那个就是啊，那是从房顶上那个流下来的，户外没有东西，不会淹的。然后就安慰我，我就觉得哎呀，就特别特别怕给人家淹着，所以我第二天我就准备了2盒茶叶，那个茶叶其实是原本我要送礼的，所以那个茶叶就是一直在那放着，我就拿了2盒茶叶，手提袋的那种，就是过年的那种包装的那种，我就给了那个提醒我那个大叔，然后我又那个就是去邻居家，然后邻居家这个女的还没在家，然后就给他家孩子了，结果这个女的回来以后就说，就到我家来了，就说，哎呀，这个东西你收回去怎么样？我说没事我说那个昨天那个把你家那个就是这个水就流出来了，我说挺不好意思的，他说没啥事儿，他说现在那个就是很多的那个热水器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就是没事儿也没淹到之类的，然后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我说不用不用，我说给你，我说邻居之间就也刚见面，初次见面之类的，我说也挺不好意思的，就这样他就收了，收了以后其实因为我送礼了嘛，送礼了，然后那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们就是见到彼此会打招呼的啊，我们见到彼此其实是会打招呼的。比如说我早上遛狗的时候，他起来了，然后我就说，那个，他就会跟我说，哎，遛狗啊，我说，嗯嗯，然后我们就闲聊，就是关于这个小区的东西，都挺好的。就那天就是晚上的时候装修，确实是太晚了，然后小大夫也没传递这个信息，从此以后就就突然就这样了，哎呀，我觉得特无语，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嘛，因为
我还是会觉得就是我这方面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道歉也希望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嘛，但没想到现在这么夸张，就这么夸张。那我一开始我都没有感觉说，他是生这么大气，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不敏感的人。当我确定就是他特别生气的点，其实不是说我跟他说话他不搭理我，是他在招租信息上写着说啊招租，然后招打麻将的，就是就租给打麻将的人，就之类的。那我就一下我就明白了，就是那你想想，一般人家怎么会把房子愿意租给打麻将的人家呢？就是太明显了，就综合起来，我就是原来就对他伤害这么大。就现在就是在我直播，其实我7点多我就想直播了，但是7点多他就放 DJ 放的特别响，所以我直播的话，大家应该就是会觉得非常吵。我以为他又会放到9点半，因为他10点他要放，他就是扰民了嘛，所以他一般放到9点半。然后没想到他放了将近20分钟，他今天就不放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正常放音乐的话是在屋子里放，你们懂吧？就是如果说我是真喜欢跳舞啊，喜欢聚会啊，喜欢听 DJ 的话，我在屋子里放，你们能懂吧？就是比如说屋子里有那个就是那个音响之类的，我就在屋里放。他不是，他是故意把那个他是故意把低音炮摆在家门口。我说就是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就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的，就做这些事儿吧，我就让我挺无语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是交流不了的。嗯，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哎沟通不了。然后我心里就在想，那你招租，那你就租吧，就是就是咱们就也希望你能把这个房子租出去，因为我觉得你看孩子也吵，我还直播，对吧？那你以后肯定就这次不恼，下次也得恼，对吧？确实是我们这个别墅的那个质量确实是比一般的质量，就是墙体啊要薄一些，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窗户都是正常的别墅，大家就是想象中的别墅都是那种双层玻璃，但我这个是单层，确实是隔音不好。对，我说你们租出去，哎，真挺好的。我说，因为而且我又在猜想，我就说这个女的，她是不是有点神经衰弱？她的听力是不是比一般人要敏感的多？反正我在我屋，我听不到什么，就哪怕她放低音炮，我都听不太清楚，我也能睡着。但可能这个女的可能就是可能耳朵比较敏感，所以她有一点点小声音她都受不了。再加上，之前这个房子一直没有人住，就是这个房子一直没有人住。她旁边又是个老头老太太，所以睡得也早，所以她接受不了新的人住她旁边，然后对她接受不了新的人住她旁边，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气愤，他恨不得这个房子一辈子没卖出去，一辈子没有人住，我们要住进来，可能真的是惹到他了。所以就是哎呀，什么人都有。就是反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这真的不太敏感啊真的不太敏感。嗯
对，我觉得是刘游说的，就是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办法。他因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忍你们很久了，你们一直在装修，我忍你们很久了。但是这句话我觉得也是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你们先入住的，我们没装修，那我们肯定得有装修的时候啊。难道我们不许装修？而且我们是在就是规定时间，就能有那么一次是不合规，那我们也道歉了。其他的时间我们正常的按照那个装修时间去装修，我觉得不至于。对，是的，我也想着说，要不呢就是他把房子租出去，嗯，就是我觉得他把房子租出去，让那一家就是让租的那家人去评判一下，就是说这个房子到底吵不吵？你们想想，别墅能有多吵啊？它不是楼上楼下，别墅能有多吵？我也不懂。这个也是也算是一个奇葩嘛。但是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也是奇葩的，嗯、我在买这个房子的之前，我还有一个房子，然后那个房子是，就是那种高层，我家住8层，那家人住5层，然后这家人5层的这家人吧，楼上是六层，6层有一家人住，7层没有人住，8层是我家。然后5层的这个人吧，经常会在群里就是吵架，吵什么呢？说一些特别恶毒的话，就说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东西都直播都输不了了，就是特别特别吓人，特别特别的奇怪，就有一些诅咒的话，就说什么什么死之类的，反正就说这些，就说那个楼上就是在吵，说就是什么制造噪音，然后就怎么样，然后他就跟6楼就在群里对骂。然后6楼就说我家没有声音呢，六楼就说我家没有声音啊，然后5楼就跟他就在群里就一直在掰扯这个事儿，甚至都叫过好多次警察，反正5层就一直在骂，就是就像一个疯子一样，就是他那种骂人的方式就是像疯子一样，就是骂骂骂骂，然后就是什么，反正就是他能把这个群给淹没掉，就是那个群里边全都是他骂人的东西，就精神不好。然后6楼就一直在冤枉，就是我们没有产生声音。有一天他们就在群里吵，突然6楼那个人加我微信，说6楼的就说，哎，你家那个也有小孩吧？是不是你家孩子在吵啊？他一直在说我家孩子吵。我说这位朋友，我说他在5楼，我家在8楼，就算是吵的话，也不能说吵到你们，也是吵到你家，不能吵到5楼啊。而且我们7楼又是空的，我说顶多能吵到你家，我说怎么能吵到5楼呢？我说你要有我说你要跟他解释不清的话，你就报警，你也报警。他这个5楼的就一直在群里骂，然后后来我就在他就在群里说是什么样的声音，他说大概是就是弹弹珠的声音，然后我就突然就对这个弹弹珠的声音，我就突然就是有一点点思考，因为网上有很多的那种吵架，都是因为说什么在自己家听到弹弹珠的声音，就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然后我好像曾经看到了一个报道，就说弹弹珠的声音，其实不是说真的有人弹弹珠，是楼体结构钢筋，它就是会住了一段时间，它可能会释放压力，
然后会有那种声音，或者说有人装了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呃反弹器啊，就是那个噪音的那个反弹器，也会有那个声音。所以我就说，哎呀，他们是不是这么多年都在吵架吵错了？但是我真的我就觉得说，无论说是不是6楼的问题，但我觉得五楼的那个人真的是心理变态。就你们知道，就是我那个房子其实算是惠阳比较高端的小区，结果群里面都是特别恶毒的谩骂声。那个群我就早就不想在那待了，后来我就把那个房子卖掉了。啊，偶尔会有，所以我就觉得那家人也是神经衰弱。我就说，呃，我自己的观点啊，我自己的观点，我是会觉得说，邻居吵这件事情，其实算是正常的，就是只要不太过分。你就像我们那天半夜12点在那块儿，就是打墙，就是钻墙孔，我觉得那太过分了。我也知道我过分，所以这个东西我必须得道歉。但是我觉得一般就是孩子什么，跑跑闹闹的呀，或者说就是，哎，可能就是桌椅板凳的那种声音呐，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住的就是群体的一个楼房，我觉得有，你别一直有，但你偶尔一两天或者说几天的时间有这个声音，我是完完全全能接受的。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就在想，我说，哎，这些嫌吵的人，你实在那些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帮人就太矫情，我说实在不行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嫌吵的话，你自己去买别墅吧。结果我真的买了别墅以后，发现这个问题还会在，这句话不管用了，就你买了别墅，人家还是会嫌吵，生活不如意嘛。对，有的人可能真的，我觉得神经衰弱加上不如意，他可能就会放大很多情绪，会比较敏感，会比较就是就神经衰弱。我觉得这算是一种神经衰弱啊。刚才有人说孩子如果不听呢，我觉得孩子不会太夸张，因为孩子的作息时间不会像成年人一样12点还不会睡觉。你们有听说过一个孩子12点钟不睡觉在那会来回跑吗？几乎没有，不能说没有，几乎没有。一个孩子正常的时间就是到了11点钟，人家也就睡了。我这个观点你们认同吗？所以就是孩子不会11、12点钟在那块12点钟以后在那块跑来跑去的，几乎不会。所以就是你要是忍受不了这些东西，你比如说10点钟你就着急睡着了怎么样的，那你要忍受不了这个事情，那我真的觉得没办法啊。叫小大夫冲他们几次，小大夫遇到这种事儿就是特别气愤，然后就看着我，他们骂的特别难听，你没听见吗？就是这小大夫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还不上？就是那种，她一个女人，你说我上她干什么？我能跟她吵，我是能打呀。关键确实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跟人吵什么？你这种事情，而且远亲不如近邻，我都觉得说，哎，一个女的你能怎么着，对吧？小大夫就他有的时候看不清形势，他就意思就是说，那个骂的特别难听怎么样？没办法，真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可能，就是说你住，你只要四周有邻居就会吵。那我们当时住那个深圳的房子，我们楼下是广场啊，广场上有人唱歌，然后我们小区的那个其他的住户就投诉，就给派出所打电话，然后派出所也是跟
就是调解了几次，但是毕竟那是公共场合，人家10点之后就不唱了。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这帮住户就在群里就说啊，这么高档的小区，然后天天忍受噪音。我心想，我说哎呀妈呀，能有多高档啊？我说就是一个公寓，我说你们真的是第一次买房子吗？这个房子哪里高档了？这个真的每个人的思想不一样。还有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次我第一次在群里吵架，我第一次在群里就发火。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在群里发火吗？就是在我们那个公寓的那个就是那个群里边，业主群里发火。因为我有一天我就突然看见，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业主就在那个群里说啊，那个不知道哪位那个业主跟物业投诉说不让那个快递员做课题。嗯，但是呢，其实那个业主就说，但是现在就是年轻人比较多，那边呢都基本上都是叫外卖的，叫了一些生腌的话，或者是叫了一些那个活的海鲜的话，着急送，然后你这个时候让他走货梯，因为我们那个小区就是我们那个公寓，它是处于装修期，所以装修的那个电梯经常会有人在装卸货，所以就是如果他们坐那种电梯的话，货品就送得非常慢，而且有的快递员就非常的气愤，就说啊，你们这破小区让我们坐货梯，那我就给你放楼下吧，啊，因为你们不让上去，因为他们等那个电梯等太久了。我就看到他们在这块讨论，结果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那个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情，然后就过去了。等到有一天，我叫了一个外卖，他也是给我打电话说，哎，你上楼下来取一下吧。我说那个一般不都是送到楼吗？他说啊，你们那个电梯太慢了，然后我这边还有其他的那个单，你自己下来取一下吧。我说那个课题你就做，课题慢吗？课题坏了吗？他说啊是货梯。然后后来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人在群里投诉，就是说那个就不让这些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坐电梯。我就真忍不住了，我就在群里我就发火了。我说是哪个大哥不让那个快递和那个外卖送上来的？我说你们真以为这咱们是什么高档小区啊？啊，还不让人快递送上，外卖送上来？要没有这些人，你们是啥呀？我说你还真拿自己当一个什么高级人物了？凭什么瞧不起人家呀？还让人家做那个什么货梯？他不是人吗？我在那块一顿臭骂，然后我就给那个物业打电话，就他那物业就说啊，那个你稍等，然后后来保安给我送上来的，最终现在外卖可不可以上楼我都不知道，反正在那之后我也不经常在那住了，就是一直都没在那住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点过外卖了。我就说有的人吧，哎呀天，我也不知道咋地了，怎么还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本身我们就是在那个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区，火车站它就是流动人口的，你要不你别买这儿啊。啊，大部分的小区也不会这样。是的，就是深圳有一些豪宅都不会这样，就是深圳有一些真的豪宅，就是那种10万块钱一平的这种房子，人家都不会说不让外卖进电梯，只能走货梯。我就说这帮人疯了，就脑子有问题，真的有问题啊！
对，我就说，哎呀，我就说这个人和人，我就觉得他们可能，我们那个小区真的就是有一些人就可能第一套房子，确实是那个房子也不便宜，但是就会觉得说这个房子就是很金贵。我真的不夸张，就是我那个公寓啊，我就在想，如果说他后期就是因为公寓的性质大家都懂，我不知道你们的城市公寓是怎么样的。我们哈尔滨的公寓经常会那种，就是它是个公寓，里边有开美甲的、开茶室的、开补习班的，完了就是住的人非常少，都是出租的，然后做买卖的。我说别干成那种就可以了，那种人员流动量是非常大的，还谈什么高档呢？我说一个公寓的性质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吗？他们就觉得公寓是一个什么？对啊，是什么一个高级的一个东西？哎呦我天，我说这个认知我就真的不知道。我说你们现在觉得它高级，对啊，过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呢。因为它就在我们那个小区就在火车站，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公寓啊，就在那个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就是一栋大厦里边。那个大厦规划里是5层是那个商场，然后7层到17层是那种呃那个 loft，然后18层到那个33层是那个住宅的公寓，住宅公寓。我觉得它势必会变成那种，就是像我说的那种，就是美甲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哎呀，忍不住吐槽，真的，我就觉得，哎呀，无语，就是无语。嗯，对呀，你还什么高档小区啊？我的天！所以真的就是，哎呀，就包括那什么，就是就是我再跟大家吐槽，就是今天我好多吐槽的点，就一直以来，因为我养狗嘛，其实我买这个别墅，一方面是给我妈妈住，另外一方面我也是想，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公寓里边啊，我那个公寓里边，嗯、我家的狗狗就是因为它脚底下有毛，所以它在公寓的那种瓷砖上它就会脚打滑。然后网络上就说那个，如果说地面太滑的话，对狗狗的那个后腿是非常不友好的啊。我就说那我也养狗，那我就买个别墅吧。然后你知道，就是因为养狗这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气愤。就网上真的有人就说，哎呀，有人就说什么城市里不应该养狗，就这种观点。然后我其实我看到了以后吧，我是非常非常的就觉得跟自己息息相关的。我说他妈的，我说这个城市就这么金贵吗？你们能懂这个点吗？就是我的吐槽的点就是什么？城市不许养狗，城市有多金贵呀？城市这个环境本身就是说白了，这个狗都不愿意在这待的，就是狗更向往这个草地之类的。但他居然就是说限制你养狗，呃，就是我就一直都会觉得说，我一直都觉得说这个世界它其实不是说光属于人类的啊，就是我虽然说我是养狗的，但是我的认知不是说因为我养狗我才有这种认知，我是一直认知的是什么？就是说啊，这个生物它存在地球上，它是
合理的，只不过是人类就是占领了主导权，但是其他生物在这个地球上存活的生活的这个权利你不能剥夺，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就看网络的那个消极的那个状态，一只两只还好，我去舅家住，他邻居养了6只狗，那个楼道真的有味儿。他邻居养了六个狗，那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养狗，养狗这件事情就是你必须得负起一个责任，就你可以养狗，但是你要保持所谓的卫生，保持你家的狗就是不咬人出门要牵狗，要捡屎，我觉得这是必然的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就是你首先你家狗不能乱扑人，你要觉得你家狗乱扑人的话，你晚一点出去，或者说没人的时候出去，你不能说人家上班的时候你突然去遛狗去了你耽误人上下班，这个我觉得不好。第二点呢，就是说你家的狗一定要拴绳，无论大狗小狗，就必须得拴绳的，因为有些人吧怕狗，而且有些狗比较热情，然后就是会扑别人，会跟别人玩，但是害怕狗的人会害怕。你就比如说，你像我不了解的狗，一个德牧，一个二哈，如果说他们扑过来的话，我也会害怕。第三点就是拴完狗绳了以后，就是遛狗一定要捡狗屎一定要捡狗屎。就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拉草地上就不用捡狗屎，屁嘞，你一定要捡狗屎因为你想想，就是有的时候人在草地上，就比如说看到一个草地，就会觉得特别美好，但是呢，就是突然看到一坨狗屎，对吧？那其实就会很煞风景，而且就是狗狗不能乱叫，就有一些人你看我家 Monkey，除了跟狗打架的时候叫，几乎不叫，因为我一直在就是高层里边养，所以它叫我就会揍它。Monkey 现在都不会叫，它你们听过它叫吗？就几乎不会叫。所以说养狗你也要遵守，但是更多的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不是我希望，我跟你们也不是说希望，就是我会觉得说有一些人太自以为是了，对，太自以为是了。不叫的狗才厉害，这个是一个东东的宠物农场，你是养宠物的是不是？你开玩笑的，我觉得你的玩笑一点不好笑。什么不叫的狗才最厉害？Monkey 从来没咬过人，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就我用生命担保，从来没有。就 Monkey 是一个见着谁都能领走的，是一个非常活泼热情的狗就是从来没咬过人，它也不咬狗，除非这个狗就是跟它可能就是一直欺负它。我觉得这真的是跟主人有关系，因为我妈也养狗，我就觉得我妈养狗就是特别不好，包括我妈就是养孩子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她习惯的逗狗，
就比如说他会逗，就是比如说他就会逗，就是比如说就是他会找来一只狗，然后他就会抱这只狗，故意给那个小狗气小狗，就说哎我抱别人了，然后那个狗就会吃醋嘛，吃醋就叫，然后我不知道有一些长辈就会觉得说啊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这狗就是还知道吃醋呢，然后就怎么样，他就有点变相鼓励狗在叫一样。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就是教育方式，无论是狗也好，人也好，就是老一辈的教育方式真的会有问题啊。包括就是我这个侄女儿就被我妈管成这样，就非常不听话，就要在我跟前，我早就给她收拾出来了。就是老一辈的教育方式真的很烦人，我就说，真的有一天我真的会揍我这个小侄女儿，太烦人了，就我是忍不了的。你别到外面让别人揍，我来揍啊！猫发情像婴儿哭声，老吓人了。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生存在这个城市里也好，哪儿也好，你必须得允许它的存在。比如说有一天你开车撞死了个猫，压死了个狗，我觉得这些东西你都要允许它的存在，包括什么野猫叫，我觉得都可以啊，我觉得都可以啊。那它就是在这儿啊。咋又换个眼镜？这才是我本来的眼镜。昨天我戴的是小大夫的眼镜。就是每天就跟这个社会规则啊，包括这些就是现象啊，就会生气。但是我还好，我就不是那么生气的人。我有近视嘛，我近视大概200左右，100多将近200，然后散光也是100多将近200，嗯，就是会，我一直也不戴，但是我比如说我晚上的时候，我晚上开车会非常夸张。我晚上开车的话，我离我远的那个红绿灯我是看不清楚秒的，就有的时候就会比较恐慌，对，看不清秒。但我为什么不戴眼镜呢？因为我总丢眼镜，就是我想不起来，我要摘了眼镜我就忘了我就忘了，就这个眼镜就忘了，就不知道丢哪儿了就啊，叫小大夫开。今天我还跟小大夫又提分手了，我今天又跟小大夫提分手了，感觉又没成功。嗯，没成功，就处得很累啊，嗯，处得很累，没发生啥，收音好像不是特别好，收音不好吗？我俩不吵架，我俩基本上不吵架，但是就是，嗯，他，嗯，我也说不清楚。就你们想问就是提分手的原因是不是？就你们一直都想问提分手的原因是不是？
如果分手了还会找小朋友吗？不会了，我觉得我暂时不会，就是起码2、3年我应该不会谈恋爱了。对，先消停2、3年。嗯，就不想，一是不想找小朋友了，二是就会觉得说，哎呀，就在一起好麻烦。在一起好麻烦。亲爱的，现在反正我今天好累啊，好累，就是，找小朋友真的很累。就小朋友首先说话不算数，就你跟他共同计划的一些东西，他说好，但是他执行能力特别差。嗯，就是小朋友。就是我其实主要提分手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我会觉得我俩在一起的话，在一起的话就是两个人节奏和频率都不对。就是我这个人可能，嗯、要发展的话，或者说工作起来的效率啊，或者说，呃，就速度会比较快，他跟不上。嗯，对，这是主要的问题。第二点，我想着说分开发展，分开发展我其实又对小孩子没信心。对，就是我对小孩子没信心，因为我怕分开发展。就是我还恐爱。对，我还恐爱，找个摩羯座，他就是摩羯座，哪是工作狂啊？分开发展又觉得，恐艾滋病，然后不分开发展他又跟不上，然后他又不听话，然后你而且我未来的工作方向就是无非就是要么拍戏。我未来的方向就是肯定会往拍戏方面走。拍戏其实有2个方面嘛，一个方面就是拍。嗯，如果说拍剧的时候带着他的话，你想想，让他学剪辑他也不学，让他学拍摄他也不学，他演戏的话他又内向，他又社恐，他又拍不了。所以就是拍戏的时候就带他干什么呢？对吧？要他干啥他也干不了，就这个行业他不感兴趣，带他干嘛呢？嗯，给他个配角，他拍不了，拍不了。那是我对象，我能不了解他吗？日常的生活里边，其实你就能感受到，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一个人。对，他又不学那些东西，所以就带不了他。第二点呢，就是那拍摄不带他的话，那社交带他，他社交能力更差。他见到一个陌生人，他都不说话的那种。他除了笑，他不会干别的。就你说我社交的时候带他干嘛？我带了一个，用我的原话我说我带了一个，那个，那个一个像一个弱智的一样的一个傻孩子嘛。就是我带他干嘛呢？而且我们社交更多的是在拉投资、拉赞助、交朋友。很多时候，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很多事情就好解决。我又我带了一个人，这个人对我毫无帮助，而且他要是我对象的话，那我去社交的几率成功的几率就小很多。
所以就也没办法带他，所以有可能未来就不会在一起工作。嗯，我今天我一直就是，嗯，就我一直都在说，我说我最气愤的点，我说我最气愤的点，嗯，当时咱俩在一起之后，我就一直在规划咱俩的生活，然后你也同意咱俩未来的发展，然后我也一直把你往前推，让你面对大众，所有人都知道我有这个对象，结果这个时候你突然告诉我你不做了，或者说你不想做了，你就属于把我晾在那儿了啊，就是你把我晾在那儿了，就是哎呀，我又失去了，我又失去了投资，然后你自己又不争气，就我本以为就是说，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靠任何人，我们就做网络的一些东西，然后做做广告啊，然后做做那个直播呀，每个月就有固定的收入，也挺好。但这个时候他直播他也不做，啊，拍视频他也不拍，你不出镜你拍也行，拍又不知道怎么拍，所以我又忍不住跟他提了。我的工作还好，不用社交。是什么工作？是什么工作不需要社交？我这么说的，他扛得住吗？我觉得他已经有免疫力了，什么的。我觉得，其实我每次说他，更多的是我在抱怨，就是我单方面的在发泄，对他没有任何的作用。对，哎，我今年23，他31，6年了，明显感觉到他不行了。我年纪轻轻就守寡怎么办？6年了，6年不行，其实很正常。嗯，6年不行，其实很正常。有的人其实2年就没有那方面的生活了。对，嗯，后悔跟小大夫在一起吗？我不后悔，我的不涉及到后悔，因为你不真跟他在一起，你也不知道你们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无聊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跟他在一起，你怎么知道未来的一些问题呢？所以我不会觉得后悔，对，我觉得任何事情，嗯。你都得自己去经历，你才知道怎么回事儿。嗯，就是就好比就是说什么偶像塌房了，怎么样的？偶像塌房了，那不是你当时选的吗？对吧？那不是你当时选的吗？而且就是，谁允许谁不允许偶像塌房？就是偶像一定要不塌房吗？就像你找的对象一样，他一定要符合你所有的要求吗？分手一定是不好的吗？谈了恋爱就一定不要分手吗？就是，嗯，我觉得都很正常啊，对吧？我跟他没分手，我跟他没分手，没分。就是，我的生活里不存在后不后悔，嗯，好像这句话我一直在说吧，好像我没有，我记忆当中我没有说过什么后悔之类的。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经历过你才知道怎么回事儿。有的人合适不合适，就像我今天就是跟别人聊八卦，聊到我剧组里一个演员，然后有人就说我那个剧组的那个演员，跟别人开始玩这个了。我听到以后，其实我非常震惊，但是我觉得也差不多是真的，这真的，嗯，因为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对，所以就，嗯，那你，对吧？嗯，对呀，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有什么，你是后来才知道，对不对？你不可能一下你就知道啊，而且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后不后悔，嗯，对，所以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剧组里边会就是会翻车的人，我剧组里会翻车的不止3个，我剧组里跟我合作过的演员会翻车的不止3个，所以，嗯，我其实对合作过的演员可能一直都知道他们私底下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就其实本能的跟他们保持距离，嗯，对，是这样的，因为你们看剧的话，你们看的是人设，但是你们不知道他私底下是什么样，因为很多人他，就而且我剧里边很多人又是所谓的是名媛圈儿，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真实的生活圈子是什么样，嗯，所以就是那些美好只是你幻想的，嗯，那玩儿不会得病吗？所以我也是会觉得，我本能我会觉得说，哎，我本能就会觉得说，哎，没办法，管不了。我其实有一点点就是说，希望他们都，嗯，都爱惜自己，然后都爱惜自己的名声，嗯，对，我希望，但是那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人生啊，就是我左右不了，我是谁呀？我只是他们合作的一个演员，合作的一个导演而已，对吧？我干嘛？我没有那个能力，就好比，就好比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当时我来深圳第一次演出成功了，然后商演，我第一次商演就蛮成功的，第二次，那个酒吧老板又找我说，你能不能把你剧组的人带过来一起商演？我就带他们过来了，带他们过来之后。就是他们就来深圳了。来深圳之后，晚上的时候，就是有的人就跟我说，能不能跟你那个，能不能跟谁谁谁喝个酒，晚上一起吃个宵夜呢？我就像一个，就是经纪人一样，我就说不行，他晚上要休息的。对，但没想到就出去了，就跟人出去了。有的人就是你只要就是按照你们的心理，就会觉得说，啊，我是粉丝，然后就是，就是跟那个偶像一起吃个饭、吃个宵夜，怎么了？但是我是站在我的角度，我就会觉得说，
你大半夜跟人出去，你万一人家瞎传点什么东西呢？对吧？你可能啥事你也没做，但是人家就是因为人家的嘴，对吧？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拍戏的时候也是，我就寻思就是大家拍戏已经拍到10点多了，哎，大家吃个宵夜赶紧回去休息。结果吃完宵夜了以后，有几个演员背着我去别的酒吧去喝酒去了，还告诉那个别的酒吧的老板说，别告诉百里我来过啊。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那个身份好像就有一点变味儿了。我就是明明是在关心他们，能对他们好，结果他们反而来防我来了。啊，就是我的本质上来讲的话，就是你们拍戏咱们就好好拍，拍了那么久，晚上也该好好休息。你再不济，你回住的地方，你把第二天要拍的戏的剧本你看一看。不是，他们吃完宵夜来了兴致了，非得要去酒吧玩。去酒吧玩，人家肯定又会瞎传一些东西，或者说你喝多了，第二天影响拍摄。你不听啊，他们还瞒着我。我知道以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我真的管的太多了。没办法，我觉得就有些人就是你管不住，就是爱玩，就是爱玩。我也不知道有啥玩的，我也不知道他想追求什么。反正在我心里，我觉得你可以正大光明做一些事情。咱们还是太保守。冬天会穿羽绒服，会穿一个薄一点的羽绒服，穿一个薄一点的羽绒服就行。就比如说优衣库的那个薄款的那个，什么什么，就是卷起来能放兜里的那个羽绒服啊，就不用穿棉服，你就穿个那个就是优衣库的那个特别薄的那个，然后就它可以折起来，然后放在那个一个小包里的那种，那个就完全够了，完全够，还轻便还好洗。棉服真的不建议大家买棉服，棉服大概也就穿个10来天穿不了了啊，而且还特别笨重。你可以像我买这种，就是那种户外的那种防风的那种户外服也可以。去的话行李也不用带太多，完全不用带。这边买东西也是快递非常快，你在这边你就在网上买，现买就赶趟啊，而且非常便宜这边东西。去惠州了，对，我是在惠州。哎呀，看他们这样就是就没办法。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能这样呢？就是好歹就是咱们也算是个 team，我也希望就是组员就是稍微过得好一点，或者说爱惜自己一点。管不了，就真的管不了。不回，找演员还得多了解了解。找演员不需要了解啊，因为你发现就是演员你要了解多了的话，他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就是有些人我其实能明白，就是你们喜欢那些所谓的就是那个网红偶像，其实你们最爱他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觉得很新奇的那个时候，而不是你了解他之后。Monkey。
Monkey，所以就是什么了解不了解的，我觉得，反正我也不跟他谈恋爱。就是演员只要演得好，然后有观众缘儿，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尽量的就是在剧组里边稍微乖一点，别塌的太快，我就觉得是一个好演员了。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合作的人可能都会塌房，因为他们私底下什么样我是知道的，他们能装多久，我不确定。啊，是的，我就没办法管。或许在他们眼里，我也是一个比较乱的人，嗯，因为我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点，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跟一些小孩聊骚。我觉得这就是我聊骚的这个行为，可能经过加工以后呢，嗯，可能会传到他们耳朵里，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我很乱。所以这个东西，一个人一个看法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什么，没什么呀，我觉得还好啊，就之类的。有的人可能觉得说，白里屠夫，他也跟我聊过骚啊，就非得要我的那个照，我不给，这才就不跟我聊了啊，对吧？对，我觉得这个，所以就是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比他们要聪明一点是什么呢？我自己报，你们别在背后那个就是挖我的黑料，我自己都爆出来。然后当你们在那个网络上听说，哎，白里屠夫聊骚啊，我们都知道啊，就那种，就是我想追求这种效果，聊骚是啊，知道啊，就那种，对，就别拿这个当新鲜事儿了。嗯，你刚刚知道，嗯，对，都知道就好。我经常会跟那种就是，年纪大概是在25岁到27岁左右，然后身材姣好，在抖音作品里边经常不穿上衣的小朋友们，就是要这些东西。对，有这么一批人，所以当你们就是辨别真伪的时候，就看他的作品，你就知道，是百里屠夫，对，啊，这个一点儿都不否认，咱们该咋地是咋地，嗯，爱看，哎呀，生活，你也喜欢看，我跟你们不太一样，我跟你们不太一样啊，就是可能我接下来的发言，有一部分人能懂，有一部分人不能懂。我跟你们不太一样的点是什么呢？我对我对那个东西是，我对林俊杰是不感兴趣的。我对林俊杰是不感兴趣的啊，我就是对林俊杰是不感兴趣的，但是我喜欢要别人的照片儿。我要这个照片儿，其实本质上我看到这个照片儿，林俊杰的照片儿，我也不会感兴趣，
我也不是说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看着了这个林俊杰，我就觉得林俊杰大家都一样嘛，林俊杰。嗯，我真正的点其实是在于，就是说我要求他做一件事情，他做了这件事情，你们懂这个点吗？就是有多少人是懂这个点的？就是我要求他做这件事情，他做了这个事情，我会觉得说他很信任我，这个事情会让我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不懂我的点，我的点其实是这个点，对，是有这个东西，嗯，不是控制欲强，是基本上就是我喜欢就是别人信任我的感觉，而且我基本上我都是有一套话术，也不是一套话术，就是基本上都会呃说一句话，我说你放心，我不会外传，就是我要让他们就是安心，让他们对对，我会有这方面的东西。小大夫吃这套吗？小大夫不吃。小大夫，我那个时候就，我跟小大夫的是拿住把柄，没有，他们，因为其实现在的人也非常聪明，他们在拍林俊杰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一边拍林俊杰一边拍自己的脸。那你单纯拍林俊杰的话，谁知道他是谁的林俊杰呢？能懂不？对吧？那人人都有林俊杰，我不拍脸，我知道是谁的林俊杰吗？所以就是现在的人，你根本就这些东西，你不是什么把柄，有什么把柄啊？对吧？所以就是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对呀，不是基本上，是一定没有人拍脸啊。后边刚才是不是有人？小大夫回来了，没有人拍脸呢，所以你就发了这个东西，谁会知道？谁会知道谁是谁呀？所以我就说，嗯，就也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如果说他让你拍什么露脸视频，尽量不要，不是尽量不要，一定不要。对，林俊杰和你的脸只能出现一个啊，给所有小朋友一些，我该怎么样才能让他对我再提起兴趣？你是刚才那个6年了没有那方面生活的那个人是吗？好想吃胖，我没有沙哑，因为我怕扰民，我的邻居比较敏感，所以我说话声音有点压低嗓子啊。对，是不是啊？你就是在一起6年，然后那个没有那方面生活了。我想问一下，这6年的生活比较频繁吗？你们6年的时间里边，你们的那个生活会比较频繁吗？这6年都很平凡吗？好想吃胖，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不平凡，都是异地恋。异地恋不平凡，就没兴趣了。那我觉得有问题啊。那我觉得有问题，可能就像我说的，就是大家都有那样的经历嘛，就是如果你就是你家有燃气热水器的话，
如果你洗澡的时候燃气热水器的水冷了，可能是有人在刷碗，有人在洗脸，所以你的那个洗澡的时候太突然变冷了，每天都查岗。当然，我这个人不是说破坏别人家庭的这个主播，但是我今天还跟小大夫说过，我说如果说咱俩不在一起生活的话，我觉得咱俩早晚会分开，因为我恐爱。他说，他说那个每天的什么什么报备之类的啊，怎么样的？我说那都是扯淡。我跟大家说亲身经历，我身边有一个人，我不是说我那个朋友啊，我说的是我深圳的朋友，我北京的朋友不用害怕啊。我深圳有一个朋友，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拍一段视频给他对象。每次吃饭也好，聚会也好，都会拍一段视频给他对象。然后在我眼里，我就觉得很美好。然后我还跟小大夫说，我说，哎呀，那个咱们以后也这样。然后我就让小大夫这么做，结果小大夫还不做。后来小大夫跟我这个朋友，我们几个人一起吃个饭，他就看见了，结果小大夫就要求我每天也这么做。但是你们知道吗？就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给他对象拍一段视频发过去，会说一段话。但是这个人，他还是在出轨，他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但他还是在出轨，他就是出轨。所以什么报备也好啊，这些也好啊，都扯犊子。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出轨。你是阻挡不了一个出轨的决心。可以买试纸检测。买试纸检测，大家要知道有一个叫潜伏期。我觉得试纸检测这个事情，就是我希望打开大家的认知。什么试纸检测，它不会就是说立马就能检测到你体内的病菌。潜伏期是2个月。对，害怕再弄个定位，弄个定位也没办法呀，弄个定位，那他就不在你身边，让他弄个定位，他说到那儿办事儿去了，对吧？他就是上那儿办事儿去了，结果你知道那有啥人在那等着他，他说不定在厕所都能来一个。什么他跟你在一起不那个那啥，我知道我看见了，但是我会觉得说他不那个，其实就是对你没兴趣了呀。就是对你没兴趣了呀，不可能永远在一起。小大夫也出轨了没有？我们就是在聊别人，我们在聊别人。小大夫其实我有在怀疑，因为因为现在跟家人住了嘛，所以我们的那方面的生活会减少。对，没有，我们没有分手，也没有出轨之类的。他有没有在看你直播？他去遛狗了。不是，小大夫还是要的，但我不方便。对，他算是我最久的一个人。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时间不久了，那方面的时间不就是之前还超长时间，超长待机，现在也就是40分钟吧。之前都能到2个半小时、3个半小时，现在40分钟。现在就40分钟，我觉得，就因为了解到彼此的点了，对，就是会比较知道彼此的点在哪里，我们就主攻别人的点就好了。之前还在摸索，40分钟其实对于我所有的相处的人来讲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短的。房子隔音好吗？不好啊，要不然人家能投诉吗？他不想跟你分，不想跟你分，也不至于分手嘛，也不至于说一下分手嘛，慢慢的，这么能扯，我从来没扯过。你看，其实我的个性比较差，然后我也算是芝麻剧组里边其实颜值比较一般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看小大夫不离不弃的生死相依，那我肯定有我的特长，就是赶都赶不走。嗯嗯，是这样的。那一个人跟你在一起，他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像我，真的我会觉得说，我长得其实我就算一般人，性格不是特别好，又赚的又不是特别多，对啊，那我凭什么呢？我肯定凭我的本事，对吧？肯定凭我的本事啊，各凭本事吧。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对，呃，不是全部，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是这方面，蛮重要的。就是我不能说所有人都在乎这些东西。夸夸小大夫的本事，我其实觉得就是邻居跟我这么恼怒，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小大夫可能每一次的声音过大，然后让邻居听见了，然后邻居可能就挺排斥这个群体的。对，有可能，因为我觉得邻居的反应太大了。就我觉得正常的一个扰民的一个，就是可能邻居之间有一点摩擦，扰民这个事情不会这么夸张，但现在邻居好像就拿我当仇人一样。嗯，他以前不是一吗？要不咋说，嗯，要不咋说就是不一样，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别墅我们是联排别墅，就是我们旁边是有一户的，我们共用一个墙。嗯，要不就是你知道小大夫经常会有的时候他特别不注意，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1楼直播吗？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1楼直播的时候，他就直播，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他就会突然亲我一下，然后我们1楼那个时候是没有院子、没有围栏的，那就是那个路路过的人其实能看见，你就很就很你就很无语，我就真的因为这个事儿我说过他，我说你得注意一点，不是所有人对这个群体都是特别接受的，人家一走一过，那个时候就院子里没有围栏，我们又是一个大落地窗，人家一走一过，万一要能看见呢，对不对？
我都觉得没办法，就是小大夫有的时候非常不注意的，所以这个我反正我就好奇，就是为什么邻居这么大的就是抵触心理，要不就是这个人特别特别的事儿逼，要么呢就是可能对他可能就是知道点啥，他可能排斥，我觉得有这两种可能。所以我今天跟小大夫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小大夫还跟我发火了。啊，是女人，是女人。哎，我其实非常不想这样，因为本身我是新搬过来的。第二点就是确实咱们事先就是咱们没做好啊，大半夜的就是在那就是扰民，确实是咱们做的不对。我其实想极力的弥补修补这段关系，因为真的是这样。那你说邻居你关系你要处不好的话，万一要出了事儿，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是，我其实我也有，其实我也有一种，就是我就觉得他很难搞，然后我就在，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家有男的，我就说这个人是不是离异带个娃，所以情绪会比较极端。我也有思考过，但是我也不确定这个事儿，所以我也，确实是没在他家没见过这个男主人，对。也处不好，就是没办法，我觉得没办法，就是他给我的感觉，现在他就是那种就是炸了毛的老母鸡，对，炸了毛的老母鸡，他就会觉得说，不要欺负我们娘俩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就那种感觉就就说不清，嗯，说不清，怎么又提起这个事儿了？不说了啊，不说，毕竟很多东西都是我的猜想，嗯。对，这很多东西都是我的猜想。这种火大也正常。唉，对呀，就是不能，反正我是想修补，但是我觉得我无能为力。啊，羡慕了，我俩一年最多一个月一次，所以我觉得他对你失去兴趣啊，可能是有问题啊，不一定是那方面的问题啊。不一定是那方面问题，但是可能会，因为两个人长时间又不在一起生活，可能真正长时间在一起生活了之后，才发现两个人思想不同频，嗯，就是会聊不进去，所以自然而然也不想发生那种关系，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呢？好想吃胖，你们看，就是我现在直播都是那种很低的嗓子啊，我现在都是很低的嗓子，嗯。所以你们会觉得我这几天很温柔，说话没有太高的情绪。我俩天天都见面，他看我说就我看他。小大夫可能在底下吃饭呢，刚回来，从深圳回来的。别说还能听到，能啊，反正我听不到他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一直听不到他们那边的动静，我也听不到别人的动静，
但是你知道外边如果说有放鞭炮的声音，或者说车过的声音，其实还蛮明显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窗户我们窗户就一层，就比较薄的窗户，所以我们听外边听的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你说邻居的声音，我一次我都没听过。但是可能邻居可能能听见我们的，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到现在我都不能说特别理直气壮的就说他家事儿逼。我不能说这种话。小区的人车分离吗？有地库吗？我们是没有地库的。人车分离吗？我们是别墅区，它不是小区，别墅区没有什么人车分离这种说法。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别墅区，就是现在的别墅区我没去过，反正我们是十年左右的别墅区，别墅区其实没有什么人车分离啊之类的。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其实这个房子的房主应该是在18年的时候，不是18年，应该是在16年、17年、18年的时候买的这个房子。第一任房主是在16年、17年买的这个房子，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房子就买完交楼了。但是呢，第一任房主就一直没过来住，因为别墅区都是比较郊区，可能有的人买完了之后就没钱装修，然后一直放在这儿了，或者说就是没空来住，所以就是算是一个投资。因为很多人买我们这个小区，大多数人都是投资，深圳的人、香港的人过来买别墅的投资，但是他们不过来住。所以这个房子它基本上就是买完了之后，第一任房主买完之后就一直放在这儿，也没有人住。结果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第二任房主就把它买了。第二任房主他想买给自己的父母住，但是老两口可能更喜欢乡下的生活，也不过来住，所以这个别墅也就空着。所以这个第二任房主就卖，就是拍了那个短视频就卖这个房子，所以我是第三任房主。这个房子就等于交房了将近10年了，这个没有人住过，可能邻居可能在这住了7、8年，都没有人跟他做过邻居，所以突然来了一家人，又有小孩子，然后又经常装修，他可能安静惯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好吵，或者说他从来没感受过这么多人住旁边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会非常大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房子我们为什么知道它没人住过？因为这个房子就是开发商原本带的装修。开发商原本带的装修，然后再加上就是没有通燃气，这个小区就是我们这个房子一直都没有人用过厨房。一般人家要住这个房子，肯定得通燃气做饭嘛。我们这个房子就等于次新房，就是完完全全没有人住过，所以他也一直没有邻居，他也不知道有邻居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就会很大很大的反应，很大很大的反应。我就觉得，哎呀，好无力啊，就很无力的感觉。他带娃吗？他带，但是他平时他是好像是在深圳生活啊，然后就偶尔会过来，因为孩子好像上学也不在这边。这也没办法说，反
反正就得罪了，得罪邻居了。我就会觉得说，哎呀，就也会有点烦恼。对，你看我那么一个大条的人，我知道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也会烦恼。会因为这个事情，我其实烦了2天了。就做不到那种就是，哎呀，我管他呢。离深圳1个小时可以到吗？1个小时，你看到深圳哪里啊？你要是到深圳的话，30-40分钟就到了。那你深圳哪里呢？对吧？因为深圳很大的。91年，对，我91年。导致了就是我说话都没有特别大声。到罗湖东门，罗湖东门1小时零10分钟吧，差不多。他们的户型是一样的吗？他们是谁？吃饭了吗？在哪吃的？是的。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主卧对着主卧，不是，我们不是主卧对着主卧，怎么可能？破罐破摔。哎呀，我其实就不想那样嘛，就是什么，不要给好脸。这又要说到我，就是经常会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人要识抬举。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我经常会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任何人都要识抬举。我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大家说一说是到底是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可能因为真的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事情我不说是谁，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敏感的，因为可能我那个朋友也会偶尔会看我的直播啊。我在深圳有一个客户，这个客户呢算是一个哥哥，这个哥哥算是有一点点钱，然后又是一个年纪比我大个7-8岁的一个哥哥，所以在深圳其实有点钱，然后又有那种气场的这种哥哥的话，大家会比较尊重，我也很尊重，因为他算是很支持我们的生意，所以一来二去的话，我们就变成了算是朋友的关系。但是呢，每次我们经常出去旅游什么的，我也会非常的，比如说打麻将什么的，我会故意的，就是愿意多输给他点钱，让他开心，他才能
经常去我们那儿消费嘛，偶尔的也会给他，就赠一些酒之类的。然后呢，他跟我认识的时候，他其实跟我们有一个演员在一起了。那个时候，就是在一起的那个人还不是我的演员，然后他就跟一个人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然后他俩在一起的过程里边，两个人就总吵架。他俩是基本上一个月分一次，一个月就分一次，一个月分一次，反正就经常吵架，经常分，分完了复合，分完了复合，就这么持续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最终他俩就是每一次我们都觉得他是一定会分了，但是都没分。结果一年半之后，他俩终于就是也不是说终于分了，我也不盼着他们分，就真的分了。他跟他那个人就真的分了。分了之后呢，其实因为他是我的顾客加大哥，所以他有的时候来了以后，我们就会聊这个事情，就是说，哎，确定不复合了之类的，我会有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去调侃，他说绝对不会复合了。然后包括，因为这次分的时间就比较久，大概一年左右。然后每次来我都是陪他聊天，聊就会聊到这个话题，就说不，一年了都没复合了，他说绝对不会分了。包括这个一年的过程里边，他其实也在试着尝试接触别人，但是其实骗不了人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前任如果说也在我们酒吧的话，他就会不自觉的想靠前。但是因为他俩分手，每一次分手他俩都是就是吵得比较凶的那种感觉，所以再加上有一年了没复合，嗯，所以就是他俩分手之后，很多人就不跟他的前任玩了。就好比就是因为他算是有头有脸的大哥，然后他跟他前任分手了以后，我们明明互相都是好朋友，但是很多人就选择站队大哥这边，就不跟那个前任玩了。然后呢，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就是亦正亦邪的那种，然后酒吧老板会经常开玩笑，然后会跟所有人都是那种就是没什么正形的那种。这一两年之间，我也是就反复的在试探着他俩会不会复合之类的。后来我就觉得他的前任，因为很多人都不搭理他了，我就觉得非常可怜。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小茉莉就开始筹备，已经拍了以后，然后那个他的前任就在那个就是那个朋友圈里边，就是跟我们互动。我说，哎，我说你干嘛呢？因为有那个我们剧本是改的，一开始就是所有人都有角色了，后来就是突然我们就改剧本，然后我就看他评论了，我说你干嘛呢？他说没啥事儿啊。我说那你来片场来探班呢？完了我说那个你来，我给你安排个角色，我就开玩笑说。结果他来了以后，我真给他安排了，我真给他安排一个角色，改了个剧本。完了拍完了之后，我们就放了一个小宣传片，小宣传片里边就有这个大哥的前任。大哥看到宣传片以后勃然大怒，到我酒吧里边把所有酒都砸了，非常生气。从此以后就再也就把所有的酒都砸了，然后就扬言就是说跟我闹掰了。他没投资啊，然后我就特别无语啊。但是我也能理解，毕竟是人前任，对吧？很多人都因为大哥就是大哥，大哥就是习惯了，就是拥护他的人，所以我做的这个行为无非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会很生气。后来我也
就是很多人也知道大哥什么个性，所以有的人就会调侃我说啊，你是不是就是故意挑衅呢？怎么样的？我说我真没有，我说我没有挑衅的意思，我说确实我知道他俩是前任的关系，但是因为我跟大哥单独相处的时间会很多，所以我无数次问过他，我说你俩会不会复合了？他说不会了。我说那你放下了吗？他说放下了，就是说以后见面还是朋友之类的。结果我找他所谓的朋友拍了一场戏，然后他就勃然大怒。摔了也就摔了，因为摔他自己的酒，我也觉得无所谓。但是我其实就有一点点生气，对。再后来，嗯，身边的朋友就觉得说，哎呀，没必要。然后就那意思就是说，那个百里，你那个你不要就把这个关系搞僵了。我说我不会啊，我说我是做酒吧的，我说任何人来我这消费，我都欢迎的我对他没有什么的，而且就是他来消费，我当然是开心的。然后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态度，然后身边的朋友就有就是劝和的那个意思，然后就有一天他们就说，呃，那个那个等会儿大哥，因为我去别人的那个酒吧里边，然后我们在那块喝酒，喝的挺开心，然后身边的朋友就说，哎，等会儿那个大哥来啊，你跟人说话啊，我说行，因为我喝多了，我说行，结果我们就在别人的酒吧就偶遇了以后，大哥就坐离我呃大概1米2米的距离，我一回头，我一看见他，我突然我就不好意思了，我就没跟他说话，然后他也没跟我说话。后来有一天，他们又聊起这个事儿，说：“哎，你上次你不跟人说话怎么样？”我说：“哎呀，我说上次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说：“那他现在在别人的酒吧喝酒呢，你要不要去敬个酒？”我那个时候又喝多了，我说：“行，去。”我就拎着一杯酒，我就坐在那儿，我说：“哥，还生气呢？咱喝一个来。”我不喝酒啊，还生气？我敬你一杯，算我不对，好不好？敬你一杯，我不喝。你看我拿你的酒敬你，这不是我的酒。不是，我道歉也道过了，我说咱俩之间这纯粹是误会，没什么误会，就各种的，你知道吗？就各种的。后来我就真忍不了了我真忍不了了，我就走了。我说，然后我就跟身边的说，我就跟那个旁边人说，我以为我说的声音很小，但是我喝多了，我就跟旁边人说，我说无可救药，然后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联系了，就是彼此知道彼此的状态，但是都没有联系了，因为我觉得，我都主动道歉了，而且这个事儿我一直都觉得说我没有太大问题，可能有问题，但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问题，我都怀疑，甚至就是有人可能在夸大这件事情，可能有人在中间搞这个事情，我都觉得我的出发点首先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挑衅，而且就是我确实觉得那个人也挺可怜的，就因为你跟他分手了，然后所有朋友都不理他了。我两方面，一方面我没有挑衅意思，第二方面我就觉得那个人挺可怜，第三方面就是原本都没有他的角色，没有他的角色，然后就是，就因为朋友圈互动，然后就突然给了他一个角色，所以没有任何的那个蓄意的东西。后来，我不是那个去北京去考那个电影学院了嘛，我去考那个电影学院了，然后北京电影学院嘛，然后考完了之后，我其实就
就有很大的几率我就要走了嘛，我就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去，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可能我要去北京发展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跟小大夫在那个就是充电，他那个时候有一个车，小鹏的车，我们在充电。这个时候，身边的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干嘛呢？”我说：“我陪小大夫充电呢。”啊，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呢，你也看你自己怎么选。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那个大哥今天突然问起你了，然后说，哎呀，就觉得你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然后知道你要走了，想着见见你，挺想你的。”就你们听到这句话，按照你们的个性的话，你去吗？就是你们听到这些话的话，你们会有触动吗？你们不去，会去吗？你们会去吗？看感情，不会去，不去。嗯，我去了，我去了。为什么我去了？啊，我说我要不去的话，这个事情它就不完整了啊，就是本身它就是个误会。我要不去的话，这个事儿它永远是个误会。我就哪怕以后不跟他相处了，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误会解除了。我去了，而且我我给自己一个标准，我说作为人，你要识抬举，任何人都值得你去给他机会去说话。我说我识抬举，我说人家大哥你完全可以不见我，因为我就安安静静的离开深圳就好了，我去北京就好了。但是人家这个时候要约我见个面，我说可以啊，我去，我识抬举，我说人家完全可以不做这件事情的，结果就去了。去了以后，我跟大哥，大哥也很尴尬，大哥叫了好多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在一桌喝酒，但是被叫的那一桌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儿，都知道大哥可能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胆怯。然后我就跟大哥就在那块聊面试的事儿，然后我们也没聊这个事情，就这样我就跟大哥就是算是喝了顿酒，然后当天其实谁也没说太多话，也彼此有一点尴尬，但是流程走完了，就是算是和好的流程走完了，而且我在来的时候，他跟我那个朋友说百里也很不容易，他马上走了，很想见见他，他的态度已经让我觉得 OK 了。结果后来北京电影学院我不没去成吗？然后我就跟大哥就又在一起聚会了。聚会的时候，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社牛嘛，那都和好了。然后我不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聊过去的事儿，然后我就故意的就是当着大伙的面我就开玩笑，他们就说过去的事儿，我说，哎，那个时候我怎么不在呢？啊，那个时候我俩吵架了，就是我会，那个，就是总会提这个事儿，或者说有的时候就说，因为大哥现在开了酒吧，大哥开业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了，我就去了，我就买酒，我就去买酒，买酒以后，那个大哥也做酒吧了呀，然后大哥就也会比较的那种就是客气的说一些话，我说你不用客气啊，我说买酒都给我全砸了，就，我说我得砸回来，就是对我们不会生气了，就是就是我就是这种方式，因为我觉得谁也不提反而尴尬，我就是以开玩笑的方式，然后大家都说说笑笑，就是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我综合来讲的话，我觉得人
就是应了那句话啊，识抬举。所以我这个观点，包括你知道，就是大哥在开业的时候，我买了点酒嘛，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大哥就请我们吃饭，因为我已经买过一次酒了，然后请完我们吃饭，正常的流程就是大哥请我们吃饭，我请了一大桌的人吃饭，然后第二场的话，那我们被请吃饭的人可能就要去买酒支持大哥，这是正常的流程。对，然后那天呢，因为我酒就没喝完啊，我酒就没喝完，然后第二场到了那以后，大哥就问说：“哎，喝什么酒啊？”没有人搭腔，我说那个来明士吧，来2瓶明士。因为大哥说话没有人搭腔，人家他妈请客吃饭的，人家问你喝什么酒，完了没有人搭腔。然后我就，因为我做过酒吧，我知道这种感受，我就说啊2瓶明士吧。结果大哥就去拿去了。然后晚上呢，就是我喝完酒了，我到家4点多了，然后那个我就睡着了，我就想起来，我说酒钱没结呢，啊，我说酒钱没结呢。第二天我就跟大哥说这个事儿，我说那个昨天晚上的酒钱是不是没结呀？完了那个他们说啊，那个大哥说没事没事，就当我请你们了。我说那不行啊，我说那个你又请吃饭，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个年纪请吃饭，基本上一顿饭大概就是8000到1万左右啊。我们这个年纪就是35岁到30多岁到40多岁的这种饭局，一顿饭就是8000到1万左右，因为粤菜会比较贵一些，再加上喝酒什么的，8000到1万块钱，又请吃饭，然后又请我们喝酒，我就想到那个词，我说这帮人真不识抬举。我说那个大哥我来买吧，然后我就买了。大哥说不用不用不用，我说我来买，我说这个事儿不行，我说这个破坏规则了，我说这帮人就是，我也没说这帮人，我说这个事儿就处的太不好了，我说我来买，啊，一半是酒钱不是，啊也可以这么理解，反正就是现在粤菜是非常贵的，你比如说我们吃一个就是刺身拼盘就得1000块，啊，你想想一道菜1000块钱。所以我就买完了，然后大哥就说：“那行吧，你买了之后，这个酒给你存上吧。”到现在这个酒我都没喝。就是大哥也非常会出事儿，他就说：“哎呀，那个酒就算你买存着的。”我说不用，那现在我也没时间去。但是我就说，做人一定要识抬举，对，就是反正我是这样的人，这是我的观点。还有一点就是，就我送大家一句话啊，我送大家一句话啊，当你有欲望的时候，当你有欲望的时候，你想获得一些结果的时候，你问自己3个问题：你有什么？你要什么？你凭什么？你有什么？你自己本身有什么底气？你要什么？你想要怎样的一个结果？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觉得你这个结果是你能去完成的？所以说你有什么？你要什么？你凭什么？所以这三个问题，你时常的问问自己。比如说我要一段感情，不是我，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商人，我现在是一个商人，我有钱，我有社会人脉，那我要什么？我要的是一段爱情，但是我这段爱情凭什么能要到？
就是我什么东西能给对方，然后对方给我爱心，这个是你要考虑的。生意规则就是这样，也不是生意规则，我觉得这是人情世故，很多人他不维系人情世故，我觉得好，你不维系可以，但是你把欠的之前的东西还一还，之前的东西还一还。我经常会遇到这种，我有一个员工，我再给大家讲，前一段时间我讲过这个事儿，我有一个员工是网络上一个有一点点小人气的人，他去我那儿做营销去了，也是我们的那个营销经理拉他过去的，就说，哎，你过来做营销，每个月20%的提成，营业额的就是你的销售额的20%。比如说你10000块钱，你能提2000块钱的，你要是10万块钱，你能提2万块钱，就叫他过来做营销，他也不用坐班。后来因为他算是一个小网红，他来了之后，因为他不是我的菜，但他确实粉丝能有个几万，他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他说：“哎呀，老板，那个欠了一点钱，能不能就是从你这预支2万块钱？”他刚来找我预支2万块钱，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赚的钱就还这个钱。我犹豫了一下，但是因为我这人不愿意撅别人，你想想面对面去跟你提这个事情了，你不是说微信提的，微信比如说，哎，老板，我从你这那个借2万块钱，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没有。他面对面跟我借，我就不好意思不借，所以我就说，行。然后他说，你放心，从工资里扣怎么样？我说行，没问题，因为他是网红嘛，我觉得小网红嘛，我就觉得没问题，那你拿走吧。结果后来他来工作，确实也带来一些客户，但是那些客户吧，基本上都是我店里之前的一些客户，然后因为他是网红，所以他把那个顾客抢过来了，然后后来就还了，也陆续的再还到3000多块钱的时候，他就不来了。不来了以后，那段时间生意也是比较差，然后所有人的就是所有营销的那个志气也不是特别高，我就跟那个营销经理说，我说你来，就是现在大家志气不是特别高，你把那个所有员工都叫过来呀，咱们就是努力呀，对吧？我说你把那谁也叫过来，那个网红也叫过来，那个让他赶紧过来呀，他现在还欠着那个公司钱呢，欠着店里钱呢。完了，这个营销经理就喊那个所谓的小网红就过来上班，结果那个小网红特别生气，就跟这个营销经理说，就是那个网红就会觉得说，我是来帮忙的，我也不是你店里的人，所以他说的话就说，哎，我真的不是吐槽你们老板，你们老板真的是太斤斤计较了啊，就那点钱至于吗？就这样的老板不会有太大的成就的，就说了这种话。我听到以后，我说什么？因为营销经理就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明明是他欠我钱呢，就是怎么好像我的问题了？然后呢，我就不是让他过来嘛，然后那天晚上他又赚了将近1000块钱的一个工资，他还剩2000多块钱，到现在都没还我。还欠了2000多块钱，到现在都没还，我就从此不来了。他就可能在他认知里边，他还完了，所以你就没办法说。我就说同性恋这帮人，就是同性恋，你找同性恋这些所谓的网红做员工，你真的你就是得宠着他们，就是以他们为对，以他们为这个，这恨不得得跟他们谈恋爱，他们才
甘心那种。哎呦我的天呐，特别奇怪，不想还钱，2000块钱我也不惜的要了，我就说这个事儿让我太气愤了，让我太气愤了，我就觉得说他怎么能说出这句话？他忘了他低三下气找我预支工资的样子了吗？另外啊，我再说一个，也是一个小网红，也是到我这来工作，一开始也是做营销，但是他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不行，他的情商没那么高，他比较憨厚，他的个性比较憨厚，然后我就跟着着急啊，我说他形象挺好的，我说让他拍剧吧，结果我也找他拍了剧，啊，这给他了一个小角色，我说以后你就做我的助理，然后以后就是没事给我开个车，他也会开车。后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做俩店，我就说那培养他吧，后来培养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就筹备新店嘛，然后我就让他做新店的那个算是店长，然后新店那段时间因为没开业，因为总有装修的人，所以我就说，我说你在这儿，你在这儿看着点儿，没事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就是那个植物绿植什么的，我说你每天呢，你没事你过来走一圈，收拾收拾绿植，打扫卫生，然后如果说工人来装修的话，你在旁边看一下，因为有那种音响什么东西，你看一下怎么调的，以后这个店就归你管嘛。他说好。结果后来，因为我在忙其他的事儿，我就不总过来，不总过来。然后有一天，那个安音响的人就给我打电话，范总，哎，你好，你好，啊，我要进你们店里装那个音响啊，你们店里没人呢，我们直接进去行吗？啊，店里有人呢，店里现在没人，但我知道密码，我能进去吗？啊，可以。然后紧接着我就给这个人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啊，我在那个外边呢。你干嘛呢？你怎么不去店里啊？人家安音响的来了，你要去现场学一学呀。啊，好的，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然后我就不放心嘛，因为安音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儿，我就说我也去学一学，我怕这个店，因为他比较憨厚嘛，我就说他可能学不明白，我也去学去。结果我开车到店里，那店里一层灰啊，那店里就是一层灰，然后绿植都快死了，明显就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他也不在，就我每天交给他的任务他也没做，然后然后他那个，我就说他了，我就说那个，你看你不在这儿，那我每天还给你工资，你这又是就是底薪，你这底薪又比别人高，我说你这个不行啊，然后就给他一顿说，说完了之后，马上要开业了，他也拍完戏了，拍完戏以后跟我说，老板，我想了一下，我还是不太适合，我不做了，你把工资给我结一下。我说行，我说那你不打算做，那就不做吧。我说那个，我让那个灰灰给你做一下那个工资。结果我就知道他咋回事儿，我就给灰灰打电话，我说灰灰啊，呃，那个你给那谁做一下工资。他说好。然后我说你看一下那个打卡记录，看一下监控记录。然后就是灰灰就把工资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没把我气死，因为灰灰是看那个监控，这个人正常是要有26天全勤的，但是呢，他只有将近4、5天2天全勤，他只有2天全勤，剩下的都是到这儿走一下，再也没出现过，还有将近半个月时间，他一天都没来，就是在监控上看不到他来。2天全勤，剩下几天是那个
来这转一圈就走了，剩下就是连来都没来。看到这个考勤以后，我就特别生气，特别生气。然后这个我就找这个员工，我说你觉得我给你开多少钱？他说啊，就是给我开6000块钱就完事儿，因为我给他的底薪是5000块钱。我说6000块钱，我说你怎么算的呢？他说啊，我这个工作了1个月，虽然说工作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也非常的辛苦，老板你多给我点儿。我说一码归一码啊，我说一码归一码。我说那个刚才我让那个慧慧给你做工资，慧慧给你做的是那个几百块钱。他说不可能啊，我说他把那个考勤的记录都拿出来了。然后他说，他的意思是他在那狡辩，他说，就是有的时候他不来店里，其实是在做其他的事情，就是他可能出去跑事儿了，因为确实有几次他是在外边跑事儿。我说跑事儿大概就是花1周的时间跑事儿，那剩下的时间你也没来呀。而且我给你的是底薪呐，我给你的是实际的工资，每天都将近150块钱、200块钱的一个底薪，你做不到按时来，你不能说你半个月不来啊。然后他说，那老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说你问心无愧什么呀？我说你问心无愧。我说我说你这就叫问心无愧。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跟他解释，我就跟他沟通不了，我就觉得他完完全全就是他有一些粉丝，他觉得所有人都要像他粉丝一样爱护他，不跟他计较。后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无论到谁那儿，我我都处理不了。我说你要是觉得你工作很辛苦的话，你问心无愧的话，你把你外出的记录给我，你把所有的外出记录给我，你给了我，你证明你今天在工作，不用全勤，你大概就是一天能工作半天，我都给你全天的工资。我说监控上你有将近15天的时间，你来都没来。我说你证明这15天，你大概有17天你在外边跑业务，我都给你发这个工资。你等你找好了证据，找好了记录，你来找我。后来他不说话了，然后我就非常气愤，然后大概我就没搭理他2天。后来我就觉得算了，好像给他开了5000块钱。我说得了，你无论你问不问心无愧，得了，我不跟你计较。从此以后，这个人再也没出现过。然后后来小茉莉配音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角色都要重新配音，我说你配一下音，你过来我家。因为我这个人可能真的有点神经大条，我觉得说我已经就是不跟他计较了，我已经给他5000块钱了，我就说这个事儿就算了。那你完成的角色，你还是要过来配音啊，你配音，因为这是你的角色嘛。结果他就不回我，我以为他没听见，然后我又跟他说了一下，我说你来配音，你有时间吗？不回。紧接着发了一个朋友圈，大概的意思是说，有些人怎么这么自以为是啊，以为自己是谁呀？说的话，他怎么这个思想呢？你知道吗？就开始阴阳我。唉，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我单纯的好意，我就是觉得说你演的角色，然后你过来配音，对，我都不计较了，我给你发了工资。所以说就是有些人
然后最离谱的，算了，不说了，就说到这儿啊。就这个员工再也没出现过，然后我都以为说我跟他，因为我看到他朋友圈了嘛，其实我挺意外的，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就是啊，就我真的就是神经大条，我觉得我已经做的可以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没事儿了，然后等配音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他的角色，他应该也会爱惜自己的角色，结果没有，还是发了朋友圈发了朋友圈以后就没搭理他了，紧接着因为我的那个老店一直都没关嘛，然后他就跟一大帮朋友出现在我的老店，然后他俩过来喝酒，然后他也没跟我说话，我也没跟他说话，然后然后紧接着就是因为他算是个小网红嘛，然后他那桌就长得好看的就比较多，然后我就看着一个长得挺好看的，结果呢，我就在那块陪其他客人在那块应酬呢，结果那个长得比较好看，我觉得长得比较好看的就过来敬我酒了，就说，哎，百里那个特别喜欢你怎么样？然后我说，哎，你好你好，我说我刚才还说的那桌特别好看的怎么样？然后他说啊，我们是杭州过来的。我说啊，我说那个来这玩儿，他说啊对，来这玩儿，然后正好认识你们剧组的那个谁谁谁。我说谁呀？他说就那个谁，他说你们关系很好的，就我说你知道吗？那个网红还跟那个杭州的说，我跟百里关系很好的，怎么样的？就是他明明在朋友圈已经跟我那样了，然后又故意彰显就是跟我关系很好，然后又你说他是怎么个思维呢？你知道吗？就是让我听到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那你索性闹僵，咱们就闹僵嘛。结果他又对外说我们关系很好，你不能理解啊，你不能理解你在用人上还是有点问题。因为我说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会觉得有一些人非常可惜，你们知道吧？就是你看一个人，他粉丝大概那个人基本上粉丝大概2万到3万，然后他身材又比较不错，然后之前一直都是互关的那个抖音上的主播，然后因为他比较落魄了，他想来我这工作，那我就说来呗，来实际接触起来也会觉得这个人其实他是有一点傻憨憨，但是心眼不坏，我就说那我也需要一个司机，加上管理人员，再加上他又有点人气，做酒吧其实就靠这个网红经济带动，所以说他其实是很适合那个岗位的。但是没想到，就是实际工作上会出现了很多问题。我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就认可一点，就是不要跟就是圈子里的人工作，因为他们会有一点点就是会觉得所有人都得谦让他们那种感觉，就是他们不拿自己当普通人，不拿自己当一个正常人，他们就希望别人宠着他们。但我是你的老板，我不是你的老公，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就他们就很希望，就是我对待老婆一样对待我的员工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姿色在，然后身材也不错，然后又有粉丝，然后平时你又对我很好，怎么一到钱上你就这么认真呢？但我就是他们的老板，我只是带着一点，就觉得挺可惜的啊，他可能自己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咱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或者说他也能帮我们一把，双赢的一个事儿。结果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帮人，哎呀，思维就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但是我作为一个老板，我做这样所有的一些举措和行为是非常正常的，只是他们，哎呀，用制度管理，不用感情笼络。
你大公司你用制度去管理，我们是一个小店，我们2个小店，总共员工加起来不到20个人，我用什么管理什么玩意儿？你这是一个小店，而且大家都是圈子里的人，我的员工都是圈子里的人，你什么军事化管理，这个管理那个管理不适用，知道吧？在我们这个酒吧的这个行业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每天要早操、抓前5啊，到没到？到，就那种没有这种事儿啊，没有这种事儿。每天就是那点破事儿，完了就是谁能给我拉着客户就是好的员工啊，就仅此而已。我对他们甚至都没有说什么，哎，你们什么时候来上班之类的，没有。你们愿意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你们愿意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你们只要就是说能给我拉着客户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没有底薪的啊，就是那谁有底薪，就是店长有底薪，其他的营销是没有底薪的。应该找几年工作经验呢？应该找几年工作经验的。我应该找大专学历以上，然后有3年就是本行业的那个经历啊，然后要求人品端庄、善良、大方，个子在1.78米，体重在85公斤左右，要求是团员以上啊，政治面貌要健康，不能有抽烟、酗酒的问题啊，家里得是农村的，没有结过婚最好。什么公司啊？你是什么公司啊？你要求这些干什么？你们要知道，就是一个酒吧行业，你要求经验，酒吧行业的寿命就是很短。你要求一个酒吧人员有经验，你了解酒吧行业吗？酒吧行业都是一个快节奏的一个行业，能明白吗？就没有人能工作多长时间啊。所以就是，哎，有些事儿，所以我这些年遇到的圈子里的奇葩特多，特多。所以你看，有些人在我生命当中来了，就没有下文了。就是很多人就说，哎，他不是在你手底下，他可是个大网红，他怎么在你手底下工作了？你还是有那个号召力、人格魅力之类的。我说哪有？过2天，哎，完了。对，所以就是，哎，再厉害的人物，其实我也接触过，但是真的就是表面厉害。在我心里，什么是厉害呢？在我心里，什么是厉害？比如说，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厉害的人物，我的厉害的人物一定是他，在我心里比较厉害的人物。胡二，胡二是在我心里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圈子里人，胡二，我觉得是厉害的。小德是厉害的，其他的我觉得就还好，但是他们是努力型的。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表面上你们的男神，其实私底下不行。在我在我的认知里边，他们非常不够格，就是完全是不可取的。你们就想一想，我就给你们思考的空间，就是这个人他有没有正经工作？你们就想一想，就是我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就思考，你们思考就是你们的男神，他有没有正经工作？他这些年他做了什么？他有没有一些负面的绯闻？你真正的了解过他吗？你跟他有实质的接触吗？你觉得他好的话，你就仔细想一想，就是如果说我问出这些问题来，你觉得谁能满足我
让你们思考的这些问题的范围里边，你们觉得有吗？他有正经工作吗？他这些年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发生？你真正的在他生活里边见过他吗？有很多人，有很多人都连个工作都没有，连个事儿你也不知道他这些年在忙什么。他突然他就消失了，紧接着他有钱了，然后又消失了。他干嘛去了呢？他干嘛去了呢？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他干嘛去了呢？嗯，所以有的时候我是没素质的，我就是莫名其妙的在刺痛别人，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我莫名其妙在我的直播间里边就在刺痛别人，树敌无数，哎，有兵哥哥吗？真心疼。好了，我不播了，我的游戏更新了啊，游戏更新了，我赶紧更新一下游戏。我现在还在玩一款那个三国卡牌类游戏，叫《风华》，哎，《风华英雄录》还是《英雄风华录》？哎，那个那谁呀？辉哥，哎，是辉哥吧？老猫你辉哥，辉哥啊，我那个是《风华英雄录》还是《英雄风华录》啊？我推荐你玩的那个，我已经玩了4、5个号了，然后花了4、5千，玩了不到4、5千，2、3千吧。风华英雄录啊，有想跟我一起玩的就玩，因为我这个人我非常喜欢三国题材的卡牌类游戏。风华英雄录啊，如果说你也玩的话，你私底下跟我说，你要是不会玩的话，你就问我一下啊。风华英雄录就是它的画风很好，特效很好，然后就是我觉得500块钱能玩的非常好，但是如果说你200块钱也能玩的非常好，你不花钱其实也能玩，但是就是可能会就挺好玩的啊。什么群英风华录啊？群英风华录，哎，对，群英风华录啊啊！少年三国志也好玩，但是我可能因为少年三国志可能氪金的会比较多，所以我就没怎么玩啊。但是这个是就是也出了一段时间了，反正我就挺喜欢玩的。好了，我不播了啊，就这样吧，拜拜。他们去哪儿了呢？好了，就这样，拜拜。下播了。